如果你以为2026年还能靠着无脑买辉达发大财，那你正在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。游戏规则已经变了，这不再是晶片的战争，这是能源的战争，是主权的战争。你的资产正在面临一场无声的重分配。我是麦门，今天这部影片价值连城，我要带你跳出杂讯，直接穿越到2026年的战场。抓稳了，我们出发。后照镜里的悬崖。过去2年，市场的逻辑简单粗暴，买进产自，只要你的投资组合里有显卡，或者有跟它沾上边的公司，不管是做散热、封装还是机壳，你大概都赚得盆满钵满。只要是辉达概念股，闭着眼睛买都能赢。但是现在市场永远在奖励先行者，惩罚迟到者。如果你现在还在听你的理专，听那些落后指标的分析师跟你说继续无脑买辉达供应链，那我必须很残忍地告诉你，你正在看着后照镜开车，而前方可能就是转折的悬崖。为什么我敢这么说？因为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份针对2026年科技产业的深度前瞻报告。当我把所有的数据，从亚马逊的资本支出细项，到台积电的 CoWoS 产能分配，再到美国电网的负债极限，全部摊开来看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，不少华尔街的聪明钱都在偷偷进行换仓。简单的产能扩张故事已经不性感了。2024年是概念验证，大家再试水温；2025年是基础设施狂热，大家再疯狂买卡。但是到了2026年，游戏规则将彻底改变。这不再只是晶片的堆叠游戏，这是一场关于架构效率、能源自主与主权算力的全新博弈。我常跟我的学员说，做交易不是去预测明天会下雨，而是看到乌云时就先准备好伞。在这个市场上，只有2种人，一种是像猎人一样埋伏在趋势形成之前，另一种是像猎物一样被新闻标题赶着跑。你想当哪一种？所以这部影片就是那把伞，就是我为你准备的猎人地图。接下来我们要直接切入2026年的3大核心命脉。第一，为什么辉达的统治地位正在被动摇？第二，为什么未来的资料中心必须自带发电厂？第三，为什么你的电脑和手机明年会贵到买不起？2025年的教训，物理学的复仇。在讲未来之前，我们必须先看懂现在。回顾2025年，这是科技史上最疯狂、最分裂的一年。看看那些云端巨头 Google、亚马逊、微软、Meta， 他们就像是一群怕被时代抛弃的赌徒，展开了一场近乎恐慌式的军备竞赛。根据我们的统计，美系5大 CSP 在2025年的资本支出总额预计突破3880亿美元，年增率高达 79%， 这比很多国家的 GDP 还要高。而在这场豪赌中出现了一匹黑马 Oracle， 它的资本支出成长率竟然高达 223%。 当微软的产能不够用时， OpenAI 找上了它，这告诉我们一个讯号， AI 算力的买家正在扩散，不再只是那几家巨头，连主权国家、2线云端厂都在进场。但是钱砸下去了，物理学却来复仇了。2025年也是物理架构的分水岭，当辉达的 GB200 NVL72 正式量产，单机贵功耗突破了100千瓦大关，这相当于在一个电话亭大小的空间里，同时开着60只高功率吹风机。如果你用传统的风扇去吹，里面的晶片会瞬间过热熔毁。所以液冷被迫上位，这不是选配，这是保命的标配。上半年我们看到快接头漏水， CDU 产能不足，搞得大家鸡飞狗跳。但正是这些阵痛筛选出了真正的赢家。现在像是奇宏、双宏、鸿海、广达这些台厂已经建立了一套液冷标准，这是在为2026年更恐怖的功耗做准备。这就是2025年的教训，没有杀手级应用的硬体升级是无效的，但没有解决物理瓶颈的硬体是会死人的。2026趋势1，辉达的护城河松动与连接的暴力。2026年的第一个趋势，
也是华尔街目前分歧最大的地方。辉达的 GPU 真的是唯一解吗？市场长期有一种误解，认为辉达将永远统治 AI 世界。但我要告诉你，随着 AI 从训练走向推论，这个逻辑正在崩塌。你可以想象，训练一个模型就像是让爱因斯坦去读书，你需要最强的大脑。但是当这个模型训练好了，要让全球几十亿人每天使用，就像是小学生做加减法。如果你还用爱因斯坦来做加减法，那不仅是大材小用，更是烧钱。对于 Meta、Google 这种拥有几十亿用户的公司来说，用通用 GPU 做推论太贵了，所以 ASIC 将在2026年迎来真正的黄金时代。高盛预测，2026年 ASIC 的出货占比将提升至40%，这意味着辉达的市占率将被蚕食。但这里藏着一个更深层的机会，也是我想叫大家关注的网络架构的重构。看看亚马逊 AWS 最新发布的 Trainium 3晶片，它不只是一颗晶片，它引入了一个叫垂直扩展的技术。以前这种把晶片串联起来的高速技术是辉达 NVLink 的独门绝技，但现在亚马逊打破了这个垄断。重点来了，为了实现这种连接，机柜内部需要塞入大量的垂直交换器。以前一个机柜可能只需要一台交换器，现在 Trainium 3的机柜里需要10台垂直交换器来连接运算单元。交换器的需求量不再是跟机柜1:1，而是变成了1:10。这对于那些会做高阶交换器或是光学共封装技术的 ODM 厂商来说，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。这是一个尚未被市场充分定价的巨大金矿。大部分散户只看得到算力，但真正的猎人看得到连接。当所有人都在挖金矿的时候，我们不一定要去挖，我们可以去卖连掘矿坑的铁轨。这就是投资思维的第二层思考。所以别再只盯着 GPU 了。2026年，连接本身可能比计算更赚钱。2026趋势2：从买电到造电，能源自主的溢价。2026年最大的瓶颈绝对不是产能，而是电力。辉达规划中的下一代 Rubin 平台，单机柜功耗预计将达到惊人的400千瓦到800千瓦。刚刚说100千瓦是60只吹风机，那400千瓦就是240只吹风机塞在一个电话亭里，这完全超出了现有公共电网的负荷能力。而且 OpenAI 和微软的星链计划目标是建设5吉瓦的算力集群，5吉瓦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的总发电量。你去跟电力公司申请说，嘿，我要一个国家的电量，电力公司会直接挂你电话。所以未来的资料中心不能再只当消费者，必须变成生产者。这就是典范转移，从买电到造电。2026年的科技巨头会开始大规模采购 SMR 或者 SOFC， 他们要把发电厂直接盖在资料中心旁边。这不是科幻小说，这是正在发生的事。微软已经在买核电了，亚马逊也在买。这会带来什么投资机会？第一，发电设备与重电、中压变压器、燃料电池、核能相关供应链。第二，高压配电与 BBU， 为了减少传输损耗，资料中心内部的电压要拉高到400伏特直流电，这会导致电源供应器和备源电池系统全面升级，特别是电池备源电力模组，以前是选配，未来是高压标配。谁能做出高效率、高电压的电源管理系统，谁就是2026年的王者。记住麦门这句话，能源是 AI 的粮食，在缺电的时代，任何能提供能源自主性的技术都将享有最高的估值溢价，这就是最强的护城河。我们投资要找的就是这种别人没有但我有的稀缺性。2026趋势3：记忆体的冰与火之歌。最后，我们要谈谈一个跟我们每个人荷包都有关的趋势。2026年的记忆体市场将上演一场冰与火之歌。一方面 AI 对 HBM 的需求是无底洞， HBM 3E、HBM 4的制程极度复杂，它消耗的晶圆产能是普通 DRAM 的好几倍。三大原厂为了抢占 AI 高地，为了赚那个高毛利，他们会做什么？
他们会无情地把产线从标准型 DRAM 转去生产 HBM， 这就造成了严重的排挤效应。我们的模型显示，2026年 DRAM 产业的供需缺口将下探至负18%，这是极度的供不应求，这不是简单的库存调整，这是最大产能的不足。这对投资人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，记忆体原厂将拥有极强的定价权，股价会迎来超级周期，群联、美光这些公司会赚翻。但对消费者来说，这是梦魇。你的电脑、你的手机、你的游戏主机里面的记忆体和 SSD 成本会暴涨。2026年，你会发现电子产品变贵了，而且贵很多，因为 AI 把产能都吃光了，留给消费者的只剩下残羹冷炙。而且，随着 AI 模型迈向兆级参数，瓶颈从频宽变成了容量。这时候，记忆体池化技术和 SSD 模拟 DRAM 的技术就会变成救命稻草。谁能用便宜的 SSD 来模拟昂贵的记忆体，谁就能在成本通膨的时代杀出一条血路。泡沫还是钢板，主权 AI 的托底效应。讲完了硬体、能源、记忆体，你可能会觉得听起来2026年硬体无敌啊，且慢，投资最忌讳的就是只看一面。在我们冲进去买硬体之前，我必须揭露一个2026年即将引爆的，这可能会是戳破泡沫的那根针，也可能是支撑泡沫的那块钢板。各位，请冷静下来想一想，微软、Google、Meta 每年砸几千亿美金买 GPU 盖核电厂，他们的钱要从哪里赚回来？靠每个月20美金的 ChatGPT 订阅费吗？靠你用 AI 生成几张图吗？根本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根据红杉资本的估算，目前的 AI 基础设施投资需要每年创造6000亿美金的新增营收才能回本，但现在呢，连个零头都不到。所以2026年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极度血腥的画面，假 AI 公司的集体死亡。过去2年，矽谷拿到融资的几千家 AI 新创，有 90% 都是所谓的套壳公司，他们没有核心技术，只是接了 OpenAI 的 API， 做个漂亮的界面就出来骗钱。到了2026年，随着巨头的模型越来越强，这些套壳公司的功能会直接被吞噬，这将是软体业的 TOM 泡沫破裂时刻。你会看到大量的 SaaS 公司倒闭，大量的 AI 独角兽估值腰斩。那如果软体公司倒了，没人买晶片了，硬体股不就要崩盘了吗？这就是大部分散户的线性思维。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只有顶级大户才看懂的逻辑：软体公司倒闭确实会影响需求，但是有一群不计成本的超级买家正在进场接盘，他们不在乎投资回报率，不在乎赚不赚钱，他们只在乎权力与安全。这群新买家叫做主权国家。看看 Oracle 为什么暴涨，因为他在帮各国政府盖主权云。沙烏地阿拉伯、阿联酋、法国、日本、新加坡这些国家以精益实道，算力就是国力。在2026年 AI 将不再只是商业工具，而是数位核武器。没有一个国家敢将自己的国民数据、军事数据放在别人的伺服器上训练。所以不管微软赚不赚钱，沙烏地阿拉伯都要买 GPU， 不管 AI 应用有没有落地，法国都要盖超级电脑。这就是2026年最诡异的双轨制。在商业层面，我们会看到一波残酷的软体倒闭潮与回调，很多没有护城河的 AI 公司会归零。但在战略层面，硬体基础设施的需求会被国家安全的需求给拖住。所以2026年的股市可能会非常震荡。当你看到新闻报道某某 AI 独角兽裁员倒闭时，市场会恐慌，股价会杀盘。但请记住，那不是硬体的末日，那是假 AI 的淘汰赛。只要主权 AI 的军备竞赛还没停，只要大国博弈还在继续，那些掌握核心算力、能源、记忆体的硬体公司，就有最强大的护城河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叫你关注硬体胜过软体，因为在淘金热里挖金矿的人可能会饿死，但卖铲子、卖水、卖牛仔裤的人永远是赚钱的。而现在连国王都来买铲子，你还怕铲子卖不掉吗？跟上质变的队伍。这是一个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突变的时代。2025年，大家在比谁买的 GPU 多；2026年，
大家在比谁的架构更有效率，谁有自家的发电厂，谁能拿到稀缺的记忆体。拥有 ASIC 设计能力的，拥有能源解决方案的，拥有记忆体产能的公司将成为新的掠食者，而那些还在死守旧架构、依赖公共电网、没有议价能力的组装厂将沦为苦力。所以各位，投资策略必须调整了，不要再只盯着谁卖给辉达，要去问3个问题：谁能解决1:10的连接暴增需求？谁能解决400千瓦的散热与供电？谁掌握了被 AI 挤压的稀缺产能？这是一场关于物理极限的战争，谁能突破物理学的墙，谁就能拿到下一个10年的入场券。最后，送给大家一句话：在混乱的市场里，只有冷静的猎人才能生存。我们不当韭菜，我们要做那个最后收割的人。我不希望你们在2026年看着别人赚得盆满钵满，自己却只能为了变贵的电脑和手机买单。现在，机会就在你眼前，地图我给你了，方向我指出来了，剩下的就看你敢不敢踏出那一步。如果你想知道这些趋势背后具体有哪些台股或美股的标的值得关注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按赞这部影片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会持续帮大家追踪这些关键技术的落地进度。我是麦门，新世界的大门正在打开，请跟紧队伍，不要掉队。如果你认同我的理念，请你按赞、订阅，并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。我们下个影片见。